现在我们拍一下风铃灯组的开箱。说明书，然后一个联系方式的卡片，然后这边有一组2个带子并在一起的，然后遥控器，然后还有一个3个带子的，这个一会儿我们细说啊。现在是以这个带浮油泡套餐来说的，然后浮油泡的贴纸，然后浮油泡的这个特效的这个导光条，控制器，风铃的金属名牌，然后这个替换件，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拿出说明书，第一页现在列清了，就是我们这个所有套餐它里面的东西的内务，相当于这是一个袋子，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区分一下是哪儿呢？就是区分一下自己买的是什么套餐的。然后有浮油泡的话，就是会额外有这些东西；没有的话，相当于就是这些，还有这些。然后我们现在放在这儿，我们看一下这定的2组袋子。我们先看这个有线的这个。这2组袋子呢，就是说上面贴了这个签儿，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隔着袋子，先不要打开，先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清点齐了再去拆开这个。我们先清点一下，这个袋子是有一个胸部灯组，2个腿，一个肩，一个背，一个枪。那我们先看一下，然后胸的话，它形状比较明显，这个就是像一个飞机一样，2条腿，在这儿一个，在这儿一个。然后肩的话相对小一些，我们可以去正反看一下啊，那个肩是在这儿。然后背包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也看见了，但是在这儿，就是这个。然后枪部，枪的话小一些，是这个，我可以翻过来看一下。相当于里面一共是几个东西呢？1个、2个、3个、4个、5个、6个，6个东西。然后这袋 OK 了，然后反面这袋里面东西是一个电池仓，还有2个线管，电池仓2个线管。然后这个袋子 OK， 我们可以打开了，我们先放到这个。然后这个袋子一共是3个，我先说中间，说这个因为定的顺序就说不好，先看其中一个，找这个。这个是盾牌灯，还有连接线，盾牌灯连接线，这个 OK。然后这个袋子是4张刻痕的贴纸，1张、2张、3张，然后还有1张特别小的第4张，这张是我们后来再单独做的一个头部的，更新了一下，一共4张，这个也扣 OK。然后这个袋子的话是浮油泡套装里的一些部件，它里面有4样东西，是浮油泡灯组，然后连接线、螺丝，还有螺丝刀。就是这袋东西，还有这8条导光条，4长4短啊，然后还有这个贴纸，这个是浮油泡套装这个里面的东西。那我们继续说这个袋子啊，这个浮油泡的灯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连接线可以看到，然后螺丝刀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晃一下，可以看到螺丝都集中在这里了。然后我们实际使用的话是需要6个螺丝，然后我们一般都会多放，一般在10个左右。然后大家看这个东西都是有的，这就可以继续拆开了。然后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东西。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浮油泡的这个导光条，它是4长4短，现在手里这是4个长的，放到边上，然后4个短的，然后它有时会贴到一起啊，就是贴到一起了，4条，然后这个4条也有了，然后贴纸就是这个也有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袋子、然后这些东西已经看过了，然后电池仓、线管，然后控制器、分线器、遥控器，然后特点金属名牌，然后还有刚才我们从这儿拿出来的这个袋子，替换件，2个眼部还有背部2个，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东西都齐了。然后现在我们齐了之后，开始进入下一步通电检测。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少东西，就先不要安装了，
就去联系客服就可以了。我们清点都齐全之后，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检测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袋子，我们现在可以给它打开。好，把这个放在这儿。好，这个袋子。盾牌，然后这个是浮油炮的灯和线，然后现在这个螺丝和螺丝刀我们先不用倒出来，因为现在还用不到，别回来你倒出来之后丢了。然后现在我们就去检测这些带灯的。那现在教大家那个怎么进行通电检测。就是检测之前，咱先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就现在咱这个板子上，大家能看出来，这现在是5个一样的插口，这都是4P 的，这个是2P 的。然后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盾灯是3P 的连接线，然后这个尖灯也是3P 的连接线，然后这个枪灯它是2P 的连接线。这3种线都不能插在这5个口上，插上就会烧毁。一定要插在对应的胸部的这个3P 的这个座上，还有这个板子上对应的这个2P 的座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插错，插错肯定会烧。就是咱这个4P 的头，它就是只能插在这4P 上，对吧？然后这2个都是3P 的头，它在这个上面是没法插的。正常的话，按我们说明书，插在这个胸的这个插头上，它是亮的，没问题，对吧？我换一个插在另一个上，它也是亮的，没问题。如果说把4P 的你都插在这些头上以后，它会惯性的觉得这也是4P 的，好多人就不会仔细看。听见了吗？叭一下，冒烟了，看见了吗？首先打开这个控制器，然后咱先从简单的来，身前验腿部灯组这2个竖条的，这5个口随便插。然后如果不是白灯，大家摁一下这个白啊，就比如说咱现在举例，它现在是换台，然后咱摁一下这个白灯，现在都是纯白的 ，OK。纯白没有问题。拿出这个背包灯，就不用插太实，你拿住它就行。然后咱看一下这个灯，纯白的4个没问题。看一下这个枪灯。这枪灯大家注意别插错了，插这个最小这个口，这是单色的，2个蓝色没问题。然后插这个胸，头灯、正面、胸灯都是 OK 的。然后咱验一下这个肩膀灯和盾灯，先把这个盾灯的连接线给它插上，这边摁住了，这边拿指甲推一下就行，插上了。接在这个肩膀是2个口嘛，咱大家都试一下比较好。
这个位置一会儿是要绞掉的，大家可以弯折，可以让它稍微弯折一下，没有关系，就捏住这个白的就行。然后把这个口插在这儿，注意这个肩部这2个白灯 ，OK。然后盾灯也是4个，也是白的，没问题。然后再把这个先给它拔下来，插在另外一侧。刚才在验的是这个，现在验这个。都 OK， 拔掉就可以了。最后验一下这个主油炮灯组，拿出这长的黑线，也是一样，插在这儿。外侧没问题，拔掉。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刻痕。这个刻痕的话，我们那个拆开包装的话，会有4张这个刻痕的贴纸，然后相当于这2张是内侧的，这个是外侧的。然后这张的话，就是不管你用内侧还是外侧，是需要贴这个导光的一个贴纸。然后分内外侧的话，就是我们选择其中1种就可以了。然后2种呢，它是有不同的特点。然后相当于你贴内侧是这3张去使用，贴外侧的话是这2张去使用。内侧的话呢，就是会更贴近这个就是原机设吧，因为它刻痕是在内侧嘛，然后会比较柔和。然后这个的话贴外面会比较明显，但是就是刻痕在外面，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就可以了。然后后面的教程的话，我是以内侧然后来介绍的话，然后外侧的话看大家自己需要吧。然后现在提示一下，这个外侧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毕竟这个东西它是金属嘛，它会有一定就是记忆性，所以就是说像贴这种弧面，我们在贴之前啊，先给它稍微弯一下，然后你这样再贴上去的话，它就不容易就是开胶嘛。你像腿的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折面的，像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下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去也提前给它折一下再贴。然后后面我们就以内侧来开始讲这个怎么贴了。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这刻痕这个怎么贴，就是先讲一下这个贴纸啊，就是正常我们贴纸的话，它是有一个就是外面透明的这个表膜，然后还有一张这个底纸。就是正常我们贴纸是怎么去用的？正常的话，因为这个底膜它是属于就是梨形膜嘛，然后相当于我们是应该揭开底下这个，因为它表面光滑的，你揭的话它就都因为它是粘在上面的嘛。正常贴纸是这样的，比如说啊，我们要贴胸，我给它绞下来一个。然后现在就是我跟大家会讲2种贴的方式，然后大家先不要贴，把2种方式都看完再做选择。就是正常来说啊，我把这个底纸给它揭下来，这个很好揭。然后我要给它贴在这个胸的这里边嘛，然后我可以，我操，然后可以把这个前面碍事儿的这个地方啊，碍事儿的这个地方给它绞掉一些。然后比如说胸的这个地方，它是只有一个小的一个开口的这个地方，然后我就瞄准这个地方，然后去给它贴上去。先不用摁死啊，我们先给它放到这个位置，然后现在再去摁。然后我们可以拿一个棉签，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接这个表膜嘛，所以就是不会怕棉签的上面掉纤维。然后我现在没拿，我就直接拿手摁了。然后在这个我们摁好之后，然后再去撕这个表膜，这样。然后相当于金属的这个我们贴好了。贴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个导光的这个贴纸揭下来。
然后还是同样的位置，把它完全覆盖在上面。还是先大概找一下位置，然后放好之后再去给它摁死。这是一种方式。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的贴纸的使用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相对简单的方法，所以就是介绍给大家。这个我们就是大致把它绞下来，就是不用去沿轮廓绞啊，大概给它绞下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跟刚才相反了，我们要把它的表膜揭下来。这个接的时候注意啊，就是接的时候因为表膜跟这个金属会粘的力比较大，所以我们避免损坏的话，就是接的时候要摁着一点我们这个金属，然后注意一点，慢慢的去接。接下来之后，把它放在这儿，然后拿这个导光的贴纸，就是我提前，没事，拿这个导光的贴纸给它盖在这个上边。贴在这个上面，现在轮廓都是一致的啊，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位置来去比对，比如说这个角，然后以这个角为起，你一贴，就这样贴好。贴好之后呢，把它整体接下来。整体接下来之后，还是找那个位置。其实往这儿随便一放，这个地儿就相当于有一个，你会很明确有一个地儿，就是突出的这个地儿，它就会卡在那个地方，就是顶在那个地方吧。然后确定好位置，我们一摁。现在这就贴好了，这个就是两种方法。然后胸的下部我也会用两种方法去给大家演示，然后大家看看哪种方法更顺手，去按那个方法做就可以了。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方向啊，我现在绞的是这一侧，因为咱是贴在内侧，你不要以外面的形状来判定左右。没事，不要在意。然后我现在还是用传统的方法，然后我要把这个底纸揭掉。那我提前呢，先把这个碍事儿的地方先绞掉一些，你像这个角，然后还有前面的这个面儿，对吧？大概这样。好，把这个地方。然后底膜去掉，看见吗？然后还是那个小缺口的那个位置，然后我这样先去找位置，先不要摁死，我找好位置之后，然后我拿手给它摁死，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把这个表膜揭掉，一定要慢啊，因为这个表膜跟这个金属贴它是有一定这个粘性的。然后去掉之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贴这个，就是刚才接之前啊，一定要尽量去给它摁实。然后现在再拿掉这个，然后这个我现在没拿镊子啊，大家可以去用镊子。这个地儿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小，可能拿镊子会比较好弄一些。OK， 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是传统的方法，然后我再用一个不传统的方法。然后这一侧我就用这种先接表膜的方式去贴，就是这种方式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毕竟跟底纸是没有什么粘性的，所以接表膜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它去跑掉。我们接这一半的时候，先用另一只手给它摁住另一侧，然后揭开一半，我们再换手，再把这一半揭掉，然后这样它就不会跑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别好，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接这个，然后给它贴好，就这样。贴好之后，给它摁实一下，然后揭开。
然后可以这个方式的话，可以先给它放在这儿，然后去给它推到应该的位置，然后一块儿给它摁实，这样就可以了。相当于呢，这个胸啊，我是用了2种方式，然后最后反正结果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根据手法去选择吧。我们贴完胸了，现在贴一下腿的这个刻痕，还是因为我们是贴在反面，我们先把这个尖儿反过来，然后这个板件啊本身它是有一个造型是斜的，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往这边斜，那我们是贴这个金属贴，就是这边的这个，这边是这个，我们还是先绞下来。绞下来，把这个膜给它取掉，还是稍微压着点儿，慢慢的去给它取掉。取掉之后，我们接下来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白色的要比这个金属的要长，我们以下端为齐，下端为齐，就给它贴好了。然后如果贴歪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就是使一个力就可以，然后给它接下来。接下来之后。以下端为齐，然后这个件儿啊，它中间是凹进去的，所以我们的受力点是在这个两侧这边，然后我们贴近下面取中，然后往下压，然后继续往下压，然后这儿不是有一个转角吗？然后我们可以拿指甲去划一下这个地方，这样划。稍微去挤压一下，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刻痕贴好，就是这个样子。远点。然后现在我们贴这个头的刻痕啊，头的刻痕是这一部分加上这一张，然后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刻痕的方向啊，应该是窄的这一侧是在冲下的，然后。相当于这张和这张是两侧的，然后这张是中间的。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然后两边的话我不太喜欢贴，所以我就以贴这个为例了。给它取下来，取下来的话还是。窄的这一侧，我们拿的是宽的，然后窄的这一侧顶在底下这儿，就是窄的这一侧啊，然后顶在这儿，然后给它放在这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给它摁下去，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拿这个稍微顶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正不正，如果不正的话，再用棉签或者镊子去调一下。如果正的话，直接去摁到里面就好了。正常情况下，因为咱这个刻痕的话，这个宽窄是跟它这个里面这个透明件是一致的，应该是在居中的位置，我们直接摁就可以了。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因为这儿有一个形状，所以我们需要让它这个随着这个有一个弯度，我们稍微去使劲去摁一下。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效果了。现在我们贴一下肩部的这个刻痕。肩部刻痕的话是这两个，我们先给它剪下来。然后这个其实是对应左右的，但是就是说这个图案的话，实际上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所以左右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贴都可以。
然后我们拿出其中一侧，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以一侧为例啊，先把这个膜去给它揭掉。然后拿着这个刻痕，然后这个小的这个刻痕是贴在这儿，还有这边的，是两边这儿。然后我们去把有胶的这一侧贴在这个部位。我们可以先轻轻去放上啊，然后去找准了位置，去现在拿手，比如说给它调一下，调正了之后，再去给它摁实。调正之后再去给它摁实，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贴另外一侧的，我现在一起都先给它揭下来，这中间这个先给它放在这儿，然后把这边这个取下来，然后另外一边我还是把这个刻痕，然后很随意啊，就给它放在这儿了。但是我没贴实，然后我现在可以拿手就推它，就给它推到一个这个位置，然后给它摁实，就是这样的。然后中间部分，中间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先给它放在这儿。就很随意，我现在就给放在这儿了，还没贴死。然后现在给它大概对齐，然后看对齐了，然后现在拿手去给它摁一下，然后摁完之后我觉得歪了，还是可以再调的。然后现在都 OK 了，然后去给它压紧，然后效果就是这样的。拿着吧，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贴背包的刻痕，背包的刻痕是2张，然后一张大的，一张小的，它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已经剪开了，大的这个是贴底下部分，然后小的这个是贴上面的部分。然后我们还是先把这个透明膜给它揭下来，这么结实。然后是以哪儿为齐呢？以中间这个转折的地儿。然后我们大张的话是以它为齐，然后往这边贴；小张的以这儿为齐，往这边贴。然后可以先放在这儿，然后拿手去抵一下，然后给它放下来，然后这样摁一下就可以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然后给它摁实，这就贴好了，相当于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开始装这个胸部的灯组啊，这个我们之前已经验好了，
然后现在我给它拔下来。然后模型的话，头是拆成这些件儿，胸的话是拆成这些件儿。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安装。然后安装之前呢，我们先给这个灯啊稍微去准备一下，然后在这个位置，就是这儿这个位置去给它往上折，折成一个直角吧，接近直角就可以了。然后这边也是接近直角，不用折的特别死，这样。然后这不有4个灯吗？中间这块没有灯的区域，我们给它折一下，折成一个90度，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边也是稍微折一下，稍微折一点就行，不用折的特别死。然后头的话给它提上来，这样大概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装。然后第一步是把这2个孔套进这儿和这儿，第一步。我们现在去弄。这边套上，这边套上，这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步。然后第一步完成之后，我们去把这2边给它弄好。这2边的话，从根部去往下，去给它折一下。折一下，不用折特别死，有一个往下的角度就可以了。这样大概这样。然后这边这个件儿的话，我们去给它打开。然后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吗？我们给它打开。装完之后的效果，相当于是让这边的话，相当于是从这儿开始，然后从这边出来。出来的话，相当于是在这个件儿的正下边。然后另一边是一样的，从这儿开始，从这边走出来，是在这个件儿的下边。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装这个件儿啊，然后把这2边压下去，然后把这个件儿就这样装进来，然后看下面2边，两边的话这个件儿是不要夹在这儿，然后这边的话你看我现在就夹在这儿，然后要给它放出来，稍微打开一下，对，给它放出来。然后这2边现在都没问题了，然后去给它装进，然后这个是相当于套在这个柱上的，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第2步就完成了。然后我们装完这2个件之后，可以把这个手臂放回来。把这个手臂放回来，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继续装后边啊。后边的话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说我们要去扣这个件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我们先说一下头这个部分。正常装头的话，就是首先我这个替换的透明件我已经装进去了，就不跟大家说了。正常我们头这一步的话，是有2种装的方法。第一种呢是把这个电路板是露在白色的件外边，你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头的可动它会比较好，因为相当于从这儿到这儿都是一个可动的，这样我们去旋转的话，这个中间的这块电路板是可以随着去扭的，这样可动会比较好。然后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是会限制可动，但是呢，它的这个电路板就会被藏在里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一下。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把这个白色的件拿下来，然后就给它扣到里边，然后这样一装就可以了。然后现在这样再去装头，但是头的话呢，相当于就会被卡在这儿，从这儿，然后和上面这儿，相当于它活动的区域就是只有这么一个很短的一个距离。你这样再去扭头的话，幅度大的话就会伤到这个电路嘛。所以我们倾向于这个给它放在外边。当然，你要是对可动没有需求，你头就冲前的话，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然后我现在给它恢复到之前的那样。
行，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继续正常装啊。我们现在应该就是首先啊，等会儿把这个摁下来，正常这应该是在这儿的。然后我们去装这个件儿，这个件儿的话，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才往上去抬的这两个件儿，还有这儿，我们是把这个头去让这个蓝色的件儿给它压下去，然后呢，再让这个两边这个蓝色的件儿把两边的这个板子给它抬上来，相当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确定一下这个孔，我们现在是对着位置了，然后就可以去往下摁。无所谓了，这个件儿给它摁下来。然后这儿呢，我们提前刚才已经折好了。折好的话，现在给它压下来，压下来之后，给它往下摁一下，然后这边的板子就挂在这儿了。然后另一边也是，给它摁下来，板子就挂在这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装我们刚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透明件儿。这个模型官方带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件儿，我们就不需要安装了。现在直接把这个件儿装回去就可以了。那刚才这个件儿我掉了，这个线儿应该还是装在上面。然后刚才我们胸的部分装完了，现在我们要装头嘛。装头之前，我们这两个件儿需要去改一下，因为不改的话，如果装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影响电路，所以我们就给它绞掉了，因为它也不会影响到模型的组装。沿着这个凹槽，就是这块地方去给它绞平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这个位置。这边也一样，稍微多搅一点也没事儿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装头，头的话，我们把它摁在上面。这个件儿我已经提前换好了，扣在上面，然后把头稍微往前去倾一下，然后把这个孔套上，然后再把第二个孔给它套上，然后压到前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把它固定一下，然后注意我们这孔是套在上面的啊，把后脑这个件儿就给它摁好，现在摁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去装前面，前面的话呢，这儿不是有一个孔吗？把这个灯从孔穿过去，穿过去之后，给它装好。装好之后，把这个灯折上来，折上来之后呢，把头的这个透明件儿去给它摁到上边。因为现在我们有那个电路板嘛，所以这个现在它独立没有办法固定，让我们去靠这个天线的这个件儿给它摁上。然后现在这个就已经固定上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测一下灯。然后看都是正常的，眼睛也是亮的，这就 OK 了。然后我们再把剩下的件儿去给它装回去。过了。头好了，然后胸两侧这个件儿也给它装回去。然后我们这个插头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不受影响，然后去给它把这儿装好。插头就是露在这儿的。插头在这儿。然后这两个插头的话，我现在提前说一下啊，就是这两个插头是装这个尖灯用的，然后到时候尖的那个插头会插在这儿，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不好插，然后到时候不好插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件儿先拆下来去插，然后注意一点呢，这个插头一定不要去往外拔，
拔的话很容易损伤到里面的电路。然后现在我们胸就 OK 了，然后我们再去开一下看一眼。红色、蓝色、绿色，然后这个所有灯珠都是能正常亮的，这就 OK 了。然后现在我们来装尖的灯组，然后我们这个模型的话是拆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们拿出这个尖灯，尖灯的话呢，我们需要提前去给它处理一下。现在是左右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上面写了右和左，然后我们怎么绞呢？你看它前面这不是有那个虚线吗？分别沿插头这末端的这个虚线，还有这边的这个虚线去给它绞下来。然后这就是一左一右，大家区分好。现在我装的是左手，左手的话拿这个 L， 右的话我们去搁在这边。然后我们灯做好以后呢，这个件是需要修一下的，因为不修的话呢，反正就是装的不太好的情况下可能会损坏，所以我们建议就都去给它绞掉。怎么绞呢？就是靠尖外侧啊，这不末端吗？靠末端的这儿，还有这边。两边是对称的啊，我现在就单说一边，从这儿竖着一剪子，然后从这儿横着一剪子，就把这个件绞下来了。然后我现在去绞一下，然后这不正好有一个凸起吗？我们就把它绞，沿这个位置给它绞。第一道，第二道。大概就这样，然后大伙儿能给它修剪齐最好。这样，这就可以了。大家给它修齐了是最好的。然后另外一边，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行，就这样了。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安装了。然后现在我们装尖的这个灯啊，就是在装之前嘛，现在这是装的左手这一侧，然后大家先确定好哪一个手去持盾。然后我们决定是左手持盾的话，我们就先把盾的这个连接线提前去给它插上，插的时候还是捏着这个端子，然后去这样给它插上。插上之后我们再装，然后装的话是这样，就是我们插头还有线的这一侧是在这个件的下边，然后灯是在上面，所以我们是这样装，把这个插头这边放下边，然后再把这个线绕到这个柱的这下边，然后现在我们去把这另外一半的这个件合上就行了。然后注意合的时候不要压着这个线，不要压到这个线。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我们把这个线、这个灯去扶正一下。扶正之后，我们就是如果它在跑的话，我们这手可以压着这个线，去这样拿着。然后我们去装我们刚才剪的这个件儿，我们现在就给它扣上。然后扣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个灯位置正不正，应该是正好在这个 for 的这儿。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扣下来。扣下来，行，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去装这个透明件。透明件的话，注意看一下，它有一侧有一个小的凸起，跟这边的件的是能对上的。然后装的时候，我们先装一侧，去给它扣的靠外一些，这样扣到这边，然后再给它压下去。然后稍微给它往里收一下。然后这样就可以了。让我们试一下，试一下的话，我们需要给它接在胸上去试。
胸的话，我们这个是左边嘛，左边的话就是这儿，注意这个不要往外拔啊，我们可以去夹着它一下，就这样，就是先简单插上就行了，这样是肩没问题，然后就 OK 了。然后这个件儿就可以装回来了。然后这个手也可以装回来了，把这个线往后侧去挤一下，然后把这个不要压线装在 C 扣里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装回胸的话，先去插这个线，然后再去拧。然后插线的话还是这样，这不正好能抵在这儿吗？你就去这样，然后拿，我比较习惯这样，拿指甲去给它这样。去摁一下，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去给它，然后现在手臂、肩膀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是以后留着接盾的。然后我们两肩都装好之后，可以把这个手臂这个线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把这边扬起来，然后把这边这个线稍微往这个肩里去藏一下。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座这个上面往底下去压一下，可以把这个肩这个线去往下去摁一下，然后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效果。然后这边也是，然后把这个肩，把这个去往里摁一下。大概就这样吧，主要还是取决于大家的这个手臂的姿势嘛。弄完之后去往里塞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装腿的这个灯呢，我们拆成这些件儿。相当于是嘛呢？我们把这个大腿的内侧拆下来了，然后保留外侧，然后这个刻痕的这个件儿也在这儿了。然后我们现在拿这个灯条，首先这个灯是朝外的，对吧？是朝外的，我们放在这儿，然后从这两个件儿之间，给它摁下去。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去看一下这个灯的位置，应该就是大概居中吧，上面这个灯柱，下面这个灯柱，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塞好之后，这个灯是从这边过来的，然后给它侧一下，给它从这个件儿给它塞下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灯装好之后，我们把这个件儿就给它扣下来，这边直接一按，有一个声音，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这边装上，看一下这儿，注意这儿别压了就行。行，这就按好了。然后这个件儿，我们先测一下。没问题，前面是亮的，后面也是亮的。然后把这个件儿装上，装的时候注意这个黄色的件儿。然后腿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两条腿都装好之后，我们去走一下这个线。走线的话，涉及腰的这个部位，我们先把红的这个件儿去给它取下来。然后我们去分好左右腿啊，这边是在这儿，
对吧？这边呢是在这儿。我们先拿这个线去搁在大概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桩、这个柱和这个白件之间，是这样。然后这边呢一样，先不要把腿插上啊，插上之后就不好装了。这边也是这样的。然后红件就把这个线给它扩在里边，然后就把这两个线，看现在都是在这个位置啊。等会儿啊，我先把手躲开一下，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去把这个红件摁下去就行了。行，然后这个地儿的话，这个线是可以来回动的，这个方便我们后期摆造型。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腿插回去了，把这边抬下来，这边，然后把线抻出来。这也是不用抻的特别死啊，因为毕竟要可动嘛，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可以稍微再富裕一些。这个后期我们缠线管的时候再细说。然后现在我们装一下这个背包的灯组，然后背包的灯组我们这个需要改一下模，不改的话呢，就是发光的效果不是太好。这个件儿我们是沿着这儿这个孔的边上是给它绞开，然后这边也是，绞完之后呢，就是这样的。反过来，这个大概就可以了，不用这么精细。就是细说一下这个绞与不绞的区别啊，就是这个件儿咱是透明的，然后放到这儿之后，然后咱的灯呢是在这儿和这儿。然后如果说有这个件儿的话，它是黄色的，然后咱红光是可以透过来的，但是蓝光是透不过来的，就是这个区别。有一些光透不过来，然后绞掉的话，红光也会更亮，然后各种颜色也都可以透过来，就是这个区别。这个建议绞一下。然后现在我们进入安装啊，安装是这样，把这个先把这个线给它绕到后边来，绕到后边来，然后这个把这个这儿折一下，然后把这个就按照这些位置把它这个放下来就可以了。放到这儿之后，注意这儿也要拿一个尽量是棉签儿吧，去给它摁到这个柱里。这面稍微给它顶一下，给它摁下去。这边也是，这边顶一点，然后给它摁下去，就是这样的。然后都摁到柱里之后，然后把咱绞的这个件儿给它放回去。然后这边，然后灯是在这儿的。然后相当于我们绞掉的位置，就是把这个发光的地儿给它让出来，然后装我们这个替换件儿。啊，不对，先装这个吧，把这个件儿装上去。然后注意这儿，相当于这个就从这缝里这儿就出来了。装这个替换件，直接摁到头，然后再装这个透明件，就是这样。让我们测一下背面的线。
后效果就是这样的。然后背面的这个线，我们是给它折到这个状态。然后现在我们装一下这个盾牌的灯啊。然后盾牌的话，我们是把拆成这样，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两个件从这儿拆下来。然后线的话，我们在刚才装的过程中已经装好了。然后对了，说一下，就是装盾灯，还有那个装浮油炮灯，这两个是只能2选1的，因为浮油炮的话是要用到这些件的，所以说大家提前做一个选择。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装啊？就是这儿和这儿有2个孔，就是我们线是从这儿走的。然后大家的话要根据你是装在左臂右臂来选择用哪个孔。像现在我们是用左臂的话，那我们孔是选择靠模型后侧的，因为这样线相对会更隐蔽一些。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线穿过去，穿到这边之后，我们接到这个盾灯的板子上。大家装的时候不要通电啊，先给它拔掉。然后等会儿啊，我先把这个线不要盖着，然后搁到上面，然后把这个线躲开这个孔，躲开这个孔，然后把中间的这个件儿放回去，然后把前面的这个件儿放回去，这个，然后把这个件儿装回去，然后这盾灯就 OK 了。然后我们把它插到手臂上，然后盾灯，我们去先充电看一下。盾灯效果现在比较亮啊，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线的话，我们是做的相对会长一些，因为要涉及可动嘛，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这个线，这样就不影响可动了。然后大家去自己可以调一下，反正这个线还是比较隐蔽的，从正常看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装一下枪的这个灯组，枪的话是这片，然后我们是沿着这个地儿。就是这个边缘这儿，就这样折一下，折成这样，然后另一边也是折成这样，然后这个线我们可以稍微给它开一点就行。然后拿这片枪的这片，就给它放在这儿，然后把这个线套在这个柱这儿。现在这就固定上了，然后我们稍微压着点这边，把这个线从这儿穿过来，这个方便我们以后去走线。我们出线的位置选的是在这儿，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手的持枪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边这样之后，把另一片放上来，放上来的时候看一下这个是不是露在外边，这边也是露在外边，然后我们这样去合，然后这个枪我们就装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去走线，走这个枪的线，大家可以就是根据情况来选择啊，就是明线和暗线。就是露在外边的话呢，你以后比如说换光剑的话，就不需要拆手臂。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把线走到模型里边的话，如果你以后要换光剑什么的，相当于还要再拆一遍。那现在我们去走这个手臂啊。首先让它拿上，然后这个件儿我们是拆下来了，拆了2个件儿，然后这个是这样，这个。
件开始压上就行了。然后第二个件就是把线就放在这个件中间就行了。就这样。然后我们把这个肩抬起来，然后看后边，然后把这个臂打开，然后把这个线穿一下。从哪儿穿呢？就是从这个眼儿穿过来。然后这样的话，就和其他的线到时候汇到一块儿。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想把线藏得更隐蔽的话，可以把这个件儿拆下来。我图省事儿了。相当于这个线就从这儿走了，到时候和胸和背包的线一起，到时候就可以处理了。我们现在装一下这个浮油炮的灯组啊，然后我们里边是有4长4短的这个光条，然后搭配了是10张的这个贴纸，也就是说有2张富裕的。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把贴纸贴到这个上面，然后呢拿螺丝把它固定在我们的灯板上面。然后长短的话，具体是用长用短，就看大家去摆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现在去贴一下这个光条。贴之前的话，我们先拿湿巾或者毛巾之类的，先把这个光条稍微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我们把它放在桌上，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贴纸贴到这一面。然后现在我们贴一下这个光条的这个特效纹路，给它贴下来。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拿手去摸这个花纹嘛，因为摸完之后会稍微有一些指纹。然后我们贴的时候可以这样，先把这个没胶的有胶的这一侧冲上，然后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拿着这边，然后沿着这个开口之后这块，然后这样对齐了大概，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去居中去贴，然后一边去贴一边去用另一个手给它扶正，就这样贴，一点一点来。反正这个其实大伙儿也不用说特别在意，但是就是说我们贴的越正的话，肯定会越好一些。其实到后期的话，其实效果也不仔细看的话，我看不出来这种区别。然后贴，然后到螺丝孔这儿，我们可以把这个剪下来，也可以直接拿螺丝就给它，就是拿螺丝给它扎一个孔，然后一起给它拧上都可以。这个都可以，这个我就不剪了。然后贴光条的话就是这样贴，然后我们贴完之后稍微给它捋一下，让它更紧实，就是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光条有长有短，然后贴短的这种的话，我们是需要把富裕的给它裁掉，裁到这个就是接近这块就可以了，接近这个缺口这块。然后我们连接各种浮油炮的话是基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孔直接给它套在上面。你像这个件的话，就直接这样套在上面就可以。然后像这种就是直接套孔，这种也是直接套。然后像这个的话也是直接套。然后这个可以装在这儿，也可以通过那个支架连接件去给它套在这里。反正就是这个视频里没展示到的，也是基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的一开始的这个形状它是这样，就是方头的嘛。大家的话，如果说觉得有的这个浮油炮它可能会露在外面一点，我们可以去稍微修一下这个形状。然后我们建议就是这样去斜着剪一下。然后另一边
斜着剪一下，然后可以再剪一刀，可以把这个小角给切掉，就是这样一个形状。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光条固定在这个板子上，然后我们注意一下啊，把这个刚才贴这个贴纸的这一侧朝上，然后我们现在拿螺丝去粘它，去固定它。我们先拿一颗螺丝去把这个眼儿放进去，然后给它扎过来，扎过来之后，我们去给它放到这个板子上的孔上。然后我们去给它拧紧，也不用特别紧啊，像这种有劲儿，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剩下的5个都拧齐，然后长短的话，大家根据这个自己摆放需求就可以了。然后都拧好之后，把这个放在这个盾牌的这个板件上，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间的这个件儿，就给它放上面来固定。然后这个状态都弄齐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到模型背包上的那个孔上就可以了。就是如果大家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造型，想把它放在前面的话，原则来说啊，就是这些带柱的都可以起到这个固定作用。就是你们可以拿一个不需要摆到前面当浮油炮的一个这个盾的这些零件都可以，包括这也可以，就看大家喜欢不喜欢吧。那现在我这个6条这个光条都已经弄好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袋子里的这颗黑色4P 的长线插进这里，然后把这个就是盾牌的这个组件，我们把它按照这个孔位插到上面，然后再拿一个件儿给它固定上，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下一步会去把它组合到本体上。然后现在我们去把它组合到一块儿啊，顺序什么的无所谓。然后背包，然后这些线整理一下，相当于我们后面要缠线管嘛，然后相当于所有的线都汇集在这儿。然后我们本体都组合好之后呢，线是这样的，然后有这个浮油炮套装，我们再把这个浮油炮，就是之前我们已经去准备好了，然后插到这个背包的这个孔上，然后这样插好。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会去把这个线管给它缠上，然后把这个灯线给插到分线器上，然后整体效果就是这样。然后讲一下这个口还有这个口的区别，就是说明书上我们标的是头要插在这个位置，就是插在这儿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插在这个头的话，它是会一直亮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单色的这些灯，枪还有背后的喷口，它是有灯效的。按这个键，呼吸，然后一种喷射，然后另外一种喷射，然后再按一下是开炮的这个灯效。然后头呢插在这儿，它就会一直亮，不会跟任何灯效去走。然后我们这个单色的灯去关机的话，它也不会被关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单独眼睛亮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关眼睛呢？那就彻底断电，拨一下电池盒上的开关。当然了，胸的这颗线我们也可以给它插在这个口，插在这个口，眼睛呢就会有灯效了。你再摁的话，可以看到眼睛它是有变化的。
然后插这个口呢，我们也可以摁遥控器去把眼，然后我们从附件袋拿出我们的线管啊，这个短一些是因为我已经裁过了，然后是一个透明一个黑色，大家根据喜欢去选择一个就可以了，我选择黑色。缠法是这样的，我们呢可以先找其中的一头去给它劈开，这样劈开之后呢，我们去然后把这些线给它扩在里边，这样就扩在里边了。扩在里边之后，我们可以去转一下这个线，转一下这个线管，就这样，可以拿手去搓。现在已经缠了一小段，大概4节左右吧，就是这叫1节嘛，然后4节左右。然后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浮油泡的线一起去缠进去，就是说一开始这部分我只缠了本体的线，因为它们的起点不一样，所以我先把起点一样的先缠到一起，然后现在把浮油泡的这个线缠进来。然后这样一点一点去绕，全都绕上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都缠好了，相当于就是本体我先去缠了一小段，然后把浮油泡这个再去一起缠进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效果。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线去插到我们的分线器上。我们再去分辨一下部位，然后给它插到对应的位置。然后还是这个小头的灰黑线的插到这儿，然后黑线的插到就是我们胸部选剩下的另一个口。然后现在再去随便拿一个，大家注意正反，还有插的时候尽量去压着这个端子。我现在插了，我看不到，因为是胸，它在另一侧，然后给它插到这儿。然后那个我视频里有时说的是胸，有时说的是头，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部位啊。背包的话可以插在这儿，然后这个就是腿，然后另一个也是腿。然后现在所有线就都缠好了，可以把线去稍微这样夹弄一下，这样就可以了。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灯都装好之后呢，一共是6颗线，黑色的是浮油泡的这个线，然后灰黑的这个是枪的线，然后剩下4颗是本体的线。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线去插到我们的分线器上，然后现在我们不知道它哪颗对哪颗，我们需要去试一下。当然枪和浮油泡是我们是知道的，可以先把这个枪插进来，是这个小的这个插头，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不需要了。然后我们可以对照说明书的这个都标注了哪个口去接哪个线。然后我们现在去试啊，我随便去拿一颗，看这个，我们看到背包亮了，背包的话就是这个口，我们就插在这儿，然后下一个插在这儿，然后是腿亮了，那就插在这儿，然后另外2颗有一条腿有一个胸，去插一下。胸亮了，那就是插在这儿，然后腿，然后还有一个浮油泡的这个，这样就都接齐了。然后没有买浮油泡的话，那就是这个状态。讲一下这个，如果只有本体是怎么去缠，先给它放到边上，我们这样就给它打开，然后把这些线给它扩在里面，这样就扩在里边了。扩在里边之后，我们可以去转一下这个线，转一下这个线管，就这样，可以拿手去搓，把它顺过来，就这样去搓，它就一点一点往上走了，一直搓。然后比如说你这个搓到头了，然后你这样再搓，它肯定搓不上去了。我们呢，这样
去抓着线，然后一手抓着线管，这样去给它往下，然后再去搓，然后搓到最后，然后到这边我们去把线管一裁，大概留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也不用留的特别极限。然后按照刚才的方法，我们把线管缠完了，也就是说本体灯组部分缠完线管就是这个效果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模型背后的话，基本就是看不到什么线，就是一颗线管。然后我们摆在家里的话，基本从正面是看不到线的。停了，还是先倒序。